I see it in your eyes, the hesitation. 在2024年6月和7月的夏天，我们从吉隆坡用将近20小时飞到罗马尼亚，展开了10天的摩托车探险。我们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卡勒斯租车，顺时针摩旅这个充满中世纪特色和吸血鬼达古拉传说的东欧国家。上一集我们从布卡勒斯出发，第一天就挑战被誉为世界最棒公路的 Transfagara 山。尽管挑战失败，被迫回到了原点，我们第二天上午重新尝试，并且成功骑完了这条雄伟的盘山公路。这一集是第二天下午，我们完成挑战之后，决定加码，更上一层楼，挑战罗马尼亚另一条巨龙公路 Transalpina。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在骑完 Transfagara 山之后呢，如果时间不足，我们 Plan A 就会在 Sibiu 留宿。Sibiu 也是一个蛮有名的旅游市镇。那如果有充足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再往远一点的这个小镇叫 Sebeste， 因为明天我们有计划要骑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壮观的盘山公路，叫 Transalpina。我们现在在 Sibiu 的 Old Town， 这边呢车子不能进来 ，bike 不能进来，但是你可以用推的，所以你的 engine 不能 start。这个是一个 lady biker， cool。来到这家 Steakhouse 吃午餐。So now I shortlist 3 rent-car accommodation. So we target leave by what time if we 3. decide to ride? It's a 3 hours ride up to 3. rent car. Give you time to explore this area. We have 1 hour lunch, 1 hour explore, walk. Then see how the feeling. 按照原先的计划，抵达 Sibiu 之后呢，如果时间充裕，我们会继续骑70公里到 Sebeste 留宿。这里呢是最靠近 Transalpina 的城市，方便我们明天一早出发挑战这条盘山公路。午餐的时候，钢铁侠突发奇想，提议直接骑到 Transalpina 的中间点，也是我们明天会留宿的小镇 Ranca。不知道是不是鬼推磨，我糊里糊涂的就答应了。结果就在丰盛午餐之后，顶着饱餐的肚子，全身血液冲向肠胃消化而出现的昏睡状态下，开启了3个小时180公里的山路骑行。罗马尼亚2条很棒的公路，第一条当然就是 Transfagara 山，那么第二条呢就是 Transalpina。当然因为我们位置的关系啊，那就是不能够把整条 Transalpina 给它骑完了，但是也会骑到它的最高点。加油加油加油！哇，我的妈呀，这整条村的道路都被挖成这样。哎呦，这为什么抓得这么深？我的天哪！进入盘山公路，可是这云很重啊，哦，有沙，这云层很黑耶。千万不要下雨！来，可下山了，我们这才要上马儿啊！又来到了一个乡镇。真的很安静耶，礼拜天大家都不出门的，镇上好像也没有什么活动，都是把门窗紧紧的关着。啊，这边有一间hotel，
我们来到 Transalpina 的这个湖。好，继续，我们还有60 click 到我们想要住宿的地方了。今晚还没预定住宿，但是已经有选择了几家，所以我们到了再去看看。今天是礼拜天，大家都回去上班了，所以相信是不会客满的啦。杨妹妹，路边有杨妹妹。正在往上爬，所以很多的发夹弯。这是 Donkey， OK， 好了，你过完了，拜。Transalpina DN67C 又称国王之路，全长约148公里，海拔约2145米。它坐落在帕让山群中，是卡帕提亚山脉中最高的公路，连接罗马尼亚中部的 Transylvania 和西南部的 Wallachia。Transalpina 也算是卡帕提亚山脉中最古老的公路，在西元2世纪初因战略需要由罗马军团建设，后来用作运送货物的通道。从地图上，它和 Trafalgar 山相邻平行，在入冬之时呢，同样因积雪而关闭。具体开放时间可以上网查一查。我们到了 Ranca， 这边这个是高山中的一个小市镇，蛮多房子的，然后这边也是很多住宿。我们 check in 了 Ranca， 这间叫做 Cabana Terra 的这个 homestay 啦，然后它就在这个 ski resort 的旁边，有看到这些 ski lift 吗？冬天的时候就是这边滑雪。现在晚上8点半，太阳才正要下山。我这边已经温度降低中，应该在20度以下。那我们6点半 check in 这个 hotel， 今天非常的厉害，我们一天里面完成了2个 trans， 早上完成 Trafalgar 山，然后下午完成 Transalpina。 那明天呢，我们会从原路返回，就是一样是走 Transalpina， 可是会花多一点时间去 explore 一下这一条公路。然后明天的目的地呢是 Cluj。今天这样子 stretch 的原因一天里面要做2个 trans， 也是因为要减少明天的总行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做这个 Transalpina， 明天呢就要 cover 超过300 km， 最少
都是要7个小时的骑行，所以很高兴今天完成了这一个2个 trans， 非常累，但是非常有成就感。OK， 现在要去吃晚餐，拜拜。布娜，早安！今天是罗马尼亚 Day 3 Ride， 我们呢是在这个 Transalpina 路上的一个小镇，叫做 Ranca。那现在是早上8点半，我们吃过了早餐，准备就绪，现在出发。那今天的行程呢，230公里 ，According to GPS 需要3个多小时。那前面的一半就是走在这个 Transalpina 公路上。Transalpina 是罗马尼亚最高公路，它的景点就在路上，所以没有特别需要停的地方，基本上就是看到哪里美就停哪里吧。但是最重要是要注意安全啊，也不要妨碍到其他的公路使用者。在前往 Transalpina 最高点的途中，有摩托车队偏离主路，骑进了草坪中越野。我们就有样学样，来试一次难得的 Vespa 越野吧。Off-road with Vespa. Wow.我们一直在往上骑，朝着最高点出发。有绵羊，羊妹妹。这2天呢，骑了 Trans-Fagara 3和 Transalpina， 这2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啊，就是在上山的时候啊，都会先经过很漫长的树林。那2者呢，也都是有蓄水库，
也都是有这个蜿蜒的山道啦。然后骑过了这个茂密的树林之后呢，到了靠近顶峰的地方呢，就会出现这个开阔一览无遗的非常漂亮的高山风景。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是这个 Transalpina， 它比 Transfagara 山更多的发夹弯，真的非常的多。不管是在树林里面啊，或者是已经到了顶峰的地方，都有很多的 hairpin curve。那 Transfagara 山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山脚的地方就有很多的黑熊啦。因为我们亚洲人很少看到黑熊嘛，所以就觉得这一个非常的新奇。如果来到了罗马尼亚呢，时间充足的话，非常鼓励大家把这两条相当靠近的这个 Transfagara 山和 Transalpina 罗马尼亚两条最雄伟、最壮观、最伟大的攀山公路，给它骑满、骑爽、骑爆，就不枉此行了。哦，对了，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在骑这个 Transalpina 的时候啊，一旦进入了山区，就没有加油站了。Transfagara 山的路上呢，那一天我们住的这个 Curtis de Arges， 它的镇上是有加油站的。这个 Transalpina 呢，虽然它有一些小镇，像昨晚我们住的 Ranca， 但是 Ranca 的镇上是没有加油站的。当然，对于重机大油箱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一桶油啊可以走超过200黑啊。但是我的这个 Vespa 300就没办法。所以昨天到了这个 Ranca 之后呢，我们其实是跟民宿的主人呢买汽油，因为刚好民宿他们也是有出租这个 ATV 的这个服务，所以 ATV 都是需要打油嘛，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他买油。这边的油呢，1个liter是7块钱嘞，相等于马币7块钱啊。虽然是没有津贴，但是这个1对1的兑换率还是相较于其他的欧洲国家来的划算很多啦。好，我们来到了蓄水库，左手边就是蓄水库。哇，这右手边的石块山还蛮可怕的，看地上都是这个落石，这边还蛮多沙的哦，小心哎。我们骑到了 Transalpina 的山脚，